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岸本叶子女士所著的《60岁后一个人的时光如何丰盈度过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享受独处时光，掌握属于自己的节奏；第二，健康与身体管理；第三，珍惜每一天，优雅的老去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享受独处时光，掌握属于自己的节奏。进入60岁后，当家庭责任与工作暂告一个段落时，我们终于迎来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。这既是一种自由的解放，也可能伴随着些许不安。例如，一位60岁的男性朋友在退休后，不再需要每日通勤，突然多出的时间让他开始重新审视未来的生活方向。通勤的结束不仅是生活习惯的改变，更是身份与角色的转变。许多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空闲时间会感到迷茫，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也是一个能够专注于个人兴趣、真正为自己而活的绝佳契机。作者个人喜爱健身训练，最初是为了弥补日常运动的不足，并预防未来可能面临的健康问题。然而在疫情期间无法去健身房的那段时间里，作者才真正意识到健身的意义远超身体锻炼。近几年，作者特别沉迷于舞蹈健身课程，这让作者能够保持活力，成为了作者生活中的重要支柱。在进入60岁以后，作者开始明显感受到身体的变化。相比过去，61岁、62岁时更容易感到疲劳，食欲也会有所下降，对健康的担忧也随之逐渐增加。在跳舞健身时，作者时常会思考，我还能持续多久这样的状态呢？正因为有这些热爱的事物，作者更希望自己能够保持健康，延长享受他们的时间。回顾人生，作者在40岁时经历过癌症，与疾病抗争的日子让作者时刻警惕复发的可能。幸运的是，至今作者的身体状况仍然很稳定。在步入50岁后，作者的生活重心转向了照顾年迈的父亲。尽管兄弟姐妹共同承担了责任，但无论如何，父母的衰老仍然要求作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40多岁，作者经历了病痛的考验；50多岁，作者直面亲人的老去。正是这些经历让作者深刻意识到，60岁并非人生的终点，而是第二次启程的开始。作者希望能将过去的经验转化为未来生活的养分，在珍惜当下的同时，也为接下来的岁月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只保留真正让生活舒适的物品。在步入60岁后，随着生活方式的变化，居家时间逐渐增加。回顾过往，家中堆积了许多曾经购入的物品，然而保持环境的简洁，不仅能让心情更加舒畅，也能让日常生活变得更加轻松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物品的使用体验也在悄然变化。过去总是抱着好不容易买来的东西，丢掉太可惜这种想法去勉强继续使用。然而，当作者下定决心更换某些物品后，才发现生活品质得到了显著的提升。例如，作者将电饭煲换成了更小巧的型号，最多可煮3盒米。实际上，2盒米的容量已完全够用。而且据说用较大容量的电饭煲煮少量米饭，口感反而不如小型的电饭煲。这让作者意识到，大能兼小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情况，选择真正符合自己需求的物品，才是最明智的做法。家电的使用年限通常较长，因此作者尽量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。然而，当旧家电因年久失修或缺少零件难以维修时，更换新设备带来的便利常常令人惊喜。例如，作者换了一台更轻便的无线吸尘器，不仅减少了负担，也让作者更愿意打扫房间。挑选加湿器时，作者特别注意水箱是否易拆卸，这看似微不足道，但在冬季频繁补水时，却极大地提升了使用体验。无论是家电还是日用品，作者都发现，真正物有所值的，不是还能用的旧物，而是那些符合当前需求、让生活更舒适的选择。在过去，
家对作者而言只是个睡觉的地方，每天忙于工作，对公司附近的餐馆、商店了如指掌，却对自己居住的街区知之甚少。在步入退休生活后，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明显，因为长期住在这里，总觉得随时都可以去看看，结果反而对周边环境缺乏了解。所以不妨换个视角，放慢脚步，重新观察下四周，或许会发现那些多年来一直伫立的老店，也可能遇见充满现代气息的新店铺。街道的整修焕然一新，而某些角落依旧保留着旧时的蜿蜒小巷。这种探索不仅能带来新鲜感，也能让自己与这座城市建立更深的连结。现如今，城市的再开发不断推进，熟悉的建筑可能已被拆除或改建。当作者走过曾经熟悉的街道时，常常会想，这里以前是什么来着？在60岁以后，这种感慨会变得更加频繁。回忆过去，能唤醒大脑的活力，尽管某些景象已经不复存在，但这份怀旧的心情，反而能让内心得到温暖和慰藉。不必刻意安排旅行，即使只是随意漫步在街头，也能带来放松与满足。无需远行，在熟悉的街区走一走，也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光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健康与身体管理。在步入60岁后，生活方式往往会迎来重大的转变，尤其是从职场退休的人，多年来习惯的通勤和工作节奏突然消失，可能会让人感到失落。这种变化对男性来说尤为明显。此外，这个阶段也常常伴随着亲人的离世，比如送别年迈的父母，甚至伴侣的离开，让人不得不面对独居生活的现实。突如其来的环境变化，使得重新建立生活节奏成为60岁后的一大课题。人们常说，老年生活需要教育和修养，每天给自己设定一个目的地，安排一项待办事项，哪怕只是去超市买点东西或去书店随便翻翻，都能帮助维持生活的规律。这些小小的目标，不仅能让人保持行动力，避免无所事事的空虚感，同时也能让心理状态更加充实。在40岁时，作者被确诊患癌，并接受了治疗。从那时起，作者开始认真思考生命的价值，以及余生应该如何度过。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7岁，而40岁时的作者，甚至连人生的一半都还没有走完。那时，作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还有很长的未来，虽然偶尔会担心老后的生活，但从未怀疑过自己会活到那个阶段。然而，癌症让作者深刻意识到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理想中的老年生活。在经历这场病痛后，作者更加珍惜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，仅仅是健康的活着，能够自由行走，享受阳光和微风。这些原本习以为常的事情，其实都是珍贵的恩赐。新闻中常会听到手术成功的报道，但即便手术顺利，癌症依然有复发的可能。术后5年，甚至10年，都需要定期复查。这种长时间的不确定性，曾让作者深陷焦虑之中。每次去医院检查，总会不自觉地想象各种最坏的可能。如果真的被告知生命进入倒计时，那种无力感一定难以言喻。虽然完全接受现实并不容易，但作者希望自己至少不要因遗憾而后悔。因此，作者决定珍惜每一天，把时间和精力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，尽量让人生少些遗憾，把钱花在真正喜欢的事情上。回顾过往的消费习惯，作者发现不同的年龄阶段，金钱的用途也在不断变化。在30多岁，主要把钱花在衣服和时尚单品上；在40多岁，开始关注生活品质，购置高质量的器皿、家具等，同时医疗支出逐渐增加；在50多岁，护理和保健品成为主要开销；在60多岁，健身房成为作者最愿意投资的地方。以前，作者从未想过自己能坚持上完健身房的60分钟课程，但现在，作者甚至可以连续参加2节课，
只要持续锻炼，体力就会逐渐增强，身体的变化也会不断带来惊喜。更让作者意外的是，运动不仅改善了体能，还显著提升了睡眠质量。每次运动后的夜晚，作者都能一觉到天亮，醒来时精神充沛。健身不仅强健了身体，也帮助作者维持了良好的生活节奏，让每一天都变得更加充实。当然，未来如果只能依靠养老金生活，健身房的费用可能会成为一笔不小的开销。届时，作者可以选择社区中心提供的运动课程，或者在家里观看健身视频自主训练。如今的时代，我们有许多可行的选择，只要愿意，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继续保持健康，维持良好的生活习惯。最后是第3部分，珍惜每一天，优雅的老去。即使现在与伴侣共度时光，终有一天会面临独自生活的现实。对于习惯了彼此陪伴的人来说，亲人的离世所带来的孤独感难以言喻。许多人在至亲离去后的每一年，都会在相同的时节被回忆包围。例如，有位朋友的父亲是在夏日蝉鸣中离世，另一位则是在樱花盛放的春天送别母亲。从那以后，每当听到蝉鸣或看到樱花飘落，思绪便会不由自主地回到那个伤感的瞬间。心理学上称，在经历重大失去的特定日期，情绪和心理状态容易受到影响，这是一种普遍现象，并非个人软弱的表现。了解这一点后，当悲伤如潮水般袭来时，便不必自责或刻意压抑，而是可以温柔地接纳它，让情绪自然流动。许多长者常说，时间不会让作者们遗忘，但它会让悲伤变得柔和。即便过往的记忆不会消失，生活依然会在不知不觉间向前延续。这看似矛盾，实则饱含人生智慧。经历战乱或重大变故的人，所承受的失去远超想象，但他们依然能继续前行。这或许正是人类与生俱来的韧性，而这种力量，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悄然生长。好奇心也是支撑优雅老去的一大支柱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好奇心显得愈发珍贵。无论身处哪个阶段，都应保持一颗乐于尝试新事物的心。希望这次介绍的内容能为您提供一些关于健康、人生哲学等方面的启发，让您在面对未知与不安时，依然能保持生活的热情，从容地迎接每一天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